公公逼迫我脱掉衣服，看着我完美比例的身材，管事公公顿时眼前一亮，他当即上前仔细地观察每一寸肌肤，可手臂上的一道伤疤却让我成为一个小小的秀女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在这深宫之中只能孤独终老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我拿出祖传的卦象秘简，按照书中记载，我以自己的血肉为引，吸引来无数毒虫，经历981天的毒虫饲养，我终于修成了最强的算卦之术。于是我沐浴更衣后给自己起了一卦，怎料卦象显示我啥也不用干，只需要天天躺着就能赢。从此我在后宫解锁了顶级咸鱼生涯。当别的秀女在御花园练武，练到脚底磨泡，在嗓子里抹蜂蜜，想引皇上注意时，我正蹲在储秀宫最偏僻的墙角研究蚂蚁搬家。林晚秋，皇上驾到，你竟敢不去接驾！我打了个哈欠，头都没抬。嬷嬷，皇上今天过不来，他待会儿要在御花园南边的石拱桥上摔个大跟头，这会儿估计正忙着揉屁股呢。嬷嬷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，胡言乱语，诅咒圣上，你不要命了！话音刚落，外面传来一声尖细的惊叫：皇上驾崩！呸！皇上驾到！不对，皇上摔倒了！快叫太医！嬷嬷愣住了，全院子的秀女都愣住了。我拍拍手上的泥土，心安理得地回屋睡觉。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我那咸鱼躺平的日子可能要打个折了。果不其然，当晚我就被一顶小轿抬进了乾坤宫。傅景云，也就是那个摔了屁股的皇帝，此刻正黑着脸趴在龙床上，他生得极好，剑眉星目，即便此时姿势狼狈，也掩不住那股子杀伐果断的气场。是你算的，朕会摔跤。他声音冷得像冰，我跪在下面，老老实实的回答：回皇上，不是算的，是看到的。那桥上的青苔长得太有规律，一看就是想请您入土为安。放肆！你既然看出来了，为何不报？傅景云猛地撑起身子，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我一脸无辜，臣妾位卑言轻，说了也没人信，万一被当成妖女烧了怎么办？傅景云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然冷笑一声：好一个位卑言轻！从今天起，你封为灵才人，搬到朕的偏殿住。朕倒要看看你这双眼睛还能看到什么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搬到偏殿，那岂不是天天要面对这个工作狂皇帝？我的咸鱼梦想碎了一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众矢之的。后宫最得宠的李贵妃带着一众嫔妃，气势汹汹地杀进了我的偏殿。林晚秋，你这狐妹子使了什么妖术勾引皇上？我正对着一桌子丰盛的早饭流口水，闻言叹了口气：贵妃娘娘，勾引皇上太累了，臣妾真的没空。不过您要是再往前走3步，您脚下那块砖就要裂了。荒谬！本宫这鞋是金丝软底，难不成还能踩裂青砖？李贵妃冷笑着往前一跨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那块原本平整的青砖竟然真的裂成了4瓣。李贵妃一个重心不稳，直接栽进了旁边的荷花池里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场面一度失控，我趁乱夹了一个虾饺塞进嘴里，心里默默感叹：卦象诚不欺我，躺着确实能赢，就是有点费贵妃。半个时辰后，李贵妃被捞了上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，非要皇上砍了我的头。傅景云坐在高位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灵才人，你解释一下，这砖是怎么回事？我咽下嘴里的虾饺，淡定开口：皇上，那砖底下早就被白蚁蛀空了，贵妃娘娘今日气势太盛，脚力过人，自然就裂了。哦，那依你之见，这宫里还有哪里不稳当？我眼神扫过四周，忽然定格在李贵妃身边那个贴身宫女身上。那宫女眼神躲闪，右手一直死死攥着衣角。皇上，砖稳不稳不重要，心稳不稳才重要。我慢悠悠地走到那宫女面前：你袖子里藏着的那包东西，是想给贵妃娘娘压惊，还是想让她彻底安静？那宫女脸色瞬间惨白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搜身之下，一包剧毒的鹤顶红赫然在目。李贵妃傻眼了，傅景云的眼神沉了下去，而我在众人的震惊中默默退回到角落，心想这下总能让我安静吃饭了吧。自从揭穿了李贵妃宫里的内鬼，我在后宫的名声彻底跑偏了。有人说我是天仙下凡，能预知未来；有人说我是千年狐妖，会摄魂术。我对此嗤之以鼻，依旧每天窝在偏殿里，思考着午饭是吃红烧狮子头还是清蒸鲈鱼。可麻烦总是不请自来。皇后娘娘病了，这病来的蹊跷，太医院翻遍了医书，也查不出病因，只说是忧思过度，神魂不稳。傅景云虽然对我心存怀疑，但此时也顾不得许多，大半夜把我从被窝里拎了出来。去看看皇后是怎么回事。我顶着鸡窝头，打着哈欠进了凤仪宫。一进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，那香味清冷悠远，像是雪后的寒梅，好闻得紧。好香啊！这是贵妃娘娘特意送来的沉香，说是能安神助眠。皇后娘娘用了，确实能睡上一会儿，可醒来后却愈发虚弱了。我走到皇后的床榻前，看着这位大前朝最尊贵的女人，她原本端庄的脸上
此时布满了青灰色的死气，呼吸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我伸出手在皇后的额头上轻轻一点，万古归一，开！刹那间，我的视线变了，我看到的不再是华丽的寝宫，而是一张巨大的由黑色怨气织成的网，将整个凤仪宫死死笼罩。而那香炉里冒出的青烟，正化作一根根细长的小手，疯狂地吸食着皇后的精气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一脚踢翻了香炉。这哪是沉香啊，这是引魂香！林晚秋，你疯了！傅景云大喊一声。我没理他，直接从怀里摸出一颗黑乎乎的药丸，塞进皇后嘴里，然后用力一拍她的后心。皇后猛地坐起身，吐出一大口腥臭的黑血，那黑血落在地上，竟然像活物一样蠕动着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这是什么？傅景云震惊地看着地上的黑血，我擦了擦手上的汗，脸色有些苍白。尸骨，有人在香里掺了母骨的粉末，皇后娘娘吸入后，体内的子骨就会被唤醒，慢慢啃食五脏六腑。又是李贵妃。我摇摇头，目光看向屏风后面。不是她，李贵妃没那个脑子。这局设得精妙，一石二鸟，既害了皇后，又嫁祸给贵妃，最后得利的那个才是真凶。谁？我笑了笑，指了指窗外的一株梅花。谁最喜欢梅花，谁就是真凶。傅景云的瞳孔猛地一缩，那是柔妃，一个平日里最是温婉安静、从不争宠的女人。当晚，柔妃的寝宫被禁卫军重重包围，搜出来的不仅有引魂香，还有写着皇上生辰八字的扎针小人。柔妃被带走时，路过我身边，眼神怨毒得像毒蛇。林晚秋，你坏我大计，你不得好死！柔妃娘娘，下辈子害人的时候，记得把香换个味道，这梅花味太俗了，我不喜欢。处理完柔妃，傅景云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那是一种混合着欣赏、戒备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林晚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认真想了想，最终指了指冷宫的方向。我想回冷宫，那里清静，没人害我，还没人打扰我睡觉。傅景云冷笑一声，忽然凑近我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耳间。想回冷宫？做梦！从今天起，你晋封为灵妃，给朕守好这乾坤宫。要是朕哪天也中了蛊，朕先掐死你！我欲哭无泪，说好的躺赢呢？怎么位分越升越高，活还越来越重了？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大前朝出了大事，南境大旱，半年滴雨未落，地裂千里，民不聊生，朝堂上乱成了一锅粥。青天剑那帮老头跪了一地，说是什么天降惩罚，妖孽误国。不用问，那妖孽指的就是我。傅景云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在御书房坐了3天3夜。当我推开门进去送夜宵时，他正盯着地图发呆。林晚秋，你能算到什么时候下雨吗？我咬了一口桃花酥，算不到，天命难违，这雨下不下不归我管。傅景云猛地转过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可百姓在死，南境10万灾民，朕若是求不来雨，这江山就要乱了。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，心里微微一动。这个皇帝虽然脾气臭了点儿，但确实是个好皇帝。我放下点心，走到地图前，指了指西南方的一座荒山。雨我是求不来，但我能帮你找水。这里那可是出了名的穷山恶水，连草都不长。草不长是因为土里有东西。我眼神微冷，告诉他那山底下埋着9根锁龙钉，锁住了南境的水脉，只要拔了钉子，水自然就出来了。傅景云盯着我，眼神清澈。锁龙钉，那是上古禁术，谁有这种本事？谁想让你江山不稳，谁就有这种本事。傅景云低下头，陷入沉思，久久不语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残渣，轻声道：皇上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去拔钉子，你给我1万两黄金，外加以后御膳房的菜单由我定。傅景云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疯狂。好，朕陪你疯一把。3日后，我们秘密抵达了那座荒山，随行的只有几个心腹禁卫。山峰凛冽，带着一股腐朽的气息。我站在山顶，闭上眼，感受着地底深处的波动。找到了！我割破手指，将鲜血滴在干裂的土地上。刹那间，整座山开始剧烈摇晃，无数裂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，一股黑色的浓烟从地底喷薄而出，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。万古归一，借地气，开水脉。我死死盯着裂缝中心，那里隐约可见一根漆黑的长钉，上面缠满了冤魂。给我出来！我怒吼一声，体内的蛊虫疯狂运转。就在我即将触碰到锁龙钉的那一刻，一道寒光从斜刺里杀出，直取我的咽喉。林晚秋，小心！傅景云飞身扑过来，替我挡住了那一剑。刺客是一个蒙面黑衣人，他的气息极其诡异，竟然和我的蛊术同出一源。师兄，我那师兄陆子恒此时正拎着剑站在雨里发愣，他大概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。自己拼命想救的师妹，正忙着给所谓的暴君喂药，甚至连个正眼都没分给他。傅景云伤得不轻，肩膀上的血把龙袍都染成了暗紫色，他疼得直抽抽，却还硬挺着脖子，用那种看阶级敌人的眼神瞪着我师兄。林晚秋，
你若是敢跟他走，朕定要抄了你的师门。皇上您快歇着吧，我师门在那深山老林里，您派兵去还得先修路，多费钱啊。我一边敷衍着皇帝，一边朝师兄弹去一颗定身骨。陆子恒还没来得及发表他的救世宣言，就保持着拔剑的姿势僵在了原地，活像个被雷劈了的石狮子。我没工夫理会师兄眼里的震惊，转身看向干裂的大地。随着锁龙钉被地气震松，原本死寂的山顶忽然传出低沉的轰鸣声，紧接着一道清澈的水柱破土而出，直冲云霄。憋了大半年的老天爷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，瓢泼大雨瞬间倾盆而下，雨水冲刷掉了傅景瑜脸上的血迹，也冲散了他眼里的杀气。他看着漫山遍野冒出的绿意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皇上，雨下来了，记住了，这1万两黄金少一个子儿，我就把这水脉再堵上。傅景瑜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看着我财迷心窍的样子，忽然低头笑出了声。那一刻，我似乎在他眼里看到了某种名为纵容的东西。南境求雨成功的消息比我回京的小轿跑得还快。等我踏进乾坤宫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已经从妖女进化成了大前朝的火锦鲤。以前那些嫔妃见了我都恨不得吐口唾沫，现在倒好，一个个笑得跟花儿似的，送来的补品堆得比墙还高。我瘫在摇椅上，看着小翠忙进忙出的登记礼单，心里盘算着这些东西能换多少顿红烧肉。小翠，别数了，数得我头晕，把那个纯金的如意留下，剩下的都拿去换成现钱。正当我沉浸在发财的快乐中时，傅景瑜又不请自来了。他肩膀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却丝毫不影响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来。他随手翻了翻我的礼单，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显然是被我这种雁过拔毛的行为给震撼到了。灵妃这生意经念得不错，朕的国库还没充盈，你这偏殿倒先富起来了。皇上，这叫能者多劳，劳者多得，臣妾这是靠本事挣的辛苦钱。傅景瑜没接话，只是默默地坐在我旁边，顺手拿起了我还没吃完的半块点心。其实我感觉得到，他最近来我这儿不再是为了算卦或者求雨，更像是找个没人管的地方躲清静。他贵为天子，却连吃块点心都要被人盯着。看着他那副疲惫的样子，我难得的没管他要那半块点心的钱。为了庆祝南境大捷，我决定在宫里搞点新鲜玩意儿。御膳房的厨子们被我指挥得团团转，一个个大汗淋漓的在那熬制红油。当那股辛辣中带着浓郁牛油味的香气飘散开来时，整个后宫都沸腾了。为了庆祝南境大捷，我决定在宫里搞点新鲜玩意儿。御膳房的厨子们被我指挥得团团转，一个个大汗淋漓的在那熬制红油。当那股辛辣中带着浓郁牛油味的香气飘散开来时，整个后宫都沸腾了。傅景云是顺着味儿找过来的。他进门时，我正蹲在小板凳上，手里拿着长筷子，盯着锅里翻滚的红油，眼神比看黄金还专注。林晚秋，你这是在炼丹还是在投毒？皇上快来，这叫火锅，人间美味，只要吃上一口，保准您把那些烦心事儿全忘了。傅景云半信半疑地坐下，学着我的样子，夹起一片毛肚，在锅里七上八下地涮了涮。第一口下去，他的脸瞬间变了颜色，红得像熟透的螃蟹，疯狂地找水喝。荒唐，这味道简直是火烧喉咙。尽管嘴上嫌弃，但他手里的筷子却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不停地往锅里伸。没过一会儿，这位大前朝最尊贵的男人就开始解开领口的扣子，满头大汗地跟我抢最后一块牛肉。院子里热气腾腾，红油翻滚。我看着傅景云被辣得毫无形象的样子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在这深宫里，规矩太多，人人都活得像个木头人，唯独在这火锅的热气里，他才像个会流汗、会喊辣的活人。火锅的余味还在舌尖打转，麻烦就又顺着围墙爬进来了。我师兄陆子恒这翻墙的业务能力确实没话说，禁卫军在他眼里就像空气。我正坐在屋顶上消食，感受着晚风的凉爽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叹息。晚秋，你真的打算在这泥潭里待一辈子？锁龙钉的事只是个开始，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。我晃着腿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师兄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爱操心。他总觉得我是被皇帝迷了魂，其实我只是舍不得这儿的伙食。师兄，外面风大雨大的，哪有这儿舒服？再说了，皇上还欠我好几万两黄金呢，我走了，谁替我要账？陆子恒正要发作，树影下忽然闪过一道寒光。傅景云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花园中央，手里的长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冰冷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盯着屋顶上的黑影，空气里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，原本欢快的虫鸣声都消失了。朕的爱妃就不劳江湖人士挂怀了，若有下次，朕不介意让这后花园多一具肥料。师兄冷哼一声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身形一闪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傅景云收起剑，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火气。皇上，您大半夜不睡觉，出来练剑啊？他没理会我的调侃，只是站在树下一直盯着我。我知道他
他是在等我解释，但我又打了个哈欠。有些事解释起来太累，我直接从屋顶跳下，精准地扑进他怀里。昨晚那一跳确实跳出了水平，跳出了风采，但我没料到的是，傅景云这人看起来挺瘦，胸膛硬得跟块铁板似的。更没料到的是，我居然就那么在他怀里睡着了。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正像只八爪鱼一样缠在傅景云身上，而这位大前朝的皇帝正黑着脸，僵硬地躺在龙床上，眼眶底下一片青紫，显然是一宿没敢合眼。林晚秋，你的爪子要是再往上挪1寸，朕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入土为安。皇上，别吵，这人肉垫子挺舒服的，再让我躺5分钟。我嘟囔了一句，翻个身想继续睡。傅景云气笑了，直接拎着我的后领，像拎小猫一样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。我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鸡窝头，睡眼惺忪地看着他。他肩膀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了，但昨晚被我这么一压，估计又有点渗血。换做别的妃子，这会儿肯定已经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求饶了，但我只是打了个哈欠，顺手理了理衣服，心里盘算着这算不算陪睡，是不是得加钱。滚回你的偏殿去，以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踏进内室半步。我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开玩笑，谁稀罕待在这儿？还是我那偏殿的摇椅舒服。傅景云看着我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原本紧绷的脸色竟然缓和了一点。他大概是觉得这深宫里能有一个完全不怕他，甚至把他当成垫子的人，也挺稀奇的。傅景云虽然帮我拦下了那帮老头子，但今天见的监正那个胡子白到胸口的张大人还是个死脑筋。他非说我这万古归一是邪术，会动摇国本。于是在傅景云的默许下，我被请到了青天剑，说是交流学术，其实就是想看我出丑。大殿里摆满了各种星盘和罗盘，张大人领着一众白胡子老头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灵妃娘娘，既然您能求雨，想必对这天象定有高见，不知您如何看待荧惑守心之兆？张大人，高见谈不上，我只知道，如果您再这么盯着那星盘看，您后脑勺上那根发簪就要掉了。话音刚落，张大人的发簪真的滑落下来，一头白发瞬间散开，滑稽的像个炸了毛的狮子。老头子们全傻眼了。我其实根本没看什么星象，只是刚才进来时看到他发簪插得极歪，算算时间也该掉了。天象太远，人心太近。张大人，与其算星星，不如算算您今晚回府，夫人的搓衣板准备好了没？张大人老脸一红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这帮人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其实生活哪有那么多玄机。傅景云坐在高位上，看着我把这帮老学究耍得团团转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大概发现让我来对付这些固执的老头，比他发火还要管用。年轻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后宫真正的大 boss 回来了。太后娘娘在五台山祈福半年，今日回宫，整个后宫的嫔妃都穿得花枝招展，规规矩矩地守在宫门口。我本来想称病不去，结果傅景云直接让太监把我从被窝里挖了出来。太后的轿辇停稳后，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走了出来，她眼神锐利，扫过众人时，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听说宫里最近出了个灵妃，不仅能求雨，还能把皇上迷得连御书房都不想待了。李贵妃在旁边一脸幸灾乐祸，那眼神简直是在说，林晚秋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站在人群末尾，正低头研究地上的蚂蚁搬家，听到点名，我才慢吞吞地走上前，行了个不怎么标准的礼。太后娘娘谬赞了，臣妾哪有那本事，只是皇上最近火气大，臣妾陪他吃了几顿火锅消消火罢了。太后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见过回话这么不着调的，她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然笑了，是个有意思的孩子，既然皇上喜欢，那就留着吧。不过哀家这里的规矩你得慢慢学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学规矩，那岂不是又要早起？我看着太后那副我要好好操练你的神情，突然觉得这咸鱼的人生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太后说要教我规矩，结果第二天下午她就把我叫到了御花园。我本以为要跪着抄经书，结果发现石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茶点。太后靠在软榻上，揉着额头，一副神思倦怠的样子。看来这五台山的清修也没能治好她的失眠症。晚秋，哀家这心里总是不踏实，你那万古归一能不能给哀家算算，这大钱的福气还能延绵多久？太后，福气这东西算多了就薄了，您要是真觉得不踏实，不如跟臣妾学学这咸鱼呼吸法。我直接往凉亭的地板上一躺，双手交叠放在腹部，闭上眼，开始均匀的打呼噜。太后和身边的嬷嬷都看呆了，在这规矩森严的皇宫里，从来没人敢在太后面前这么四仰八叉的躺着。这就完了？躺着就能求福气？心不动，气不乱，您把那些操心的事儿都当成屁放了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太后沉默了许久，竟然学着我的样子慢慢靠在软榻上。没过一会儿，
凉亭里传来了轻微的鼾声。傅景云路过御花园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诡异的画面。他最敬重的母后和他最头疼的妃子，正一高一低的躺在那儿，睡得正香。自从上次在凉亭里陪太后睡了个午觉，我这灵妃的身份就彻底坐实了。太后觉得我这人虽然没规矩，但胜在此场合拍，非要拉着我研究什么养生秘术。我看着桌上那一堆名贵的珍珠粉和人参，心想这太后也是爱美心切，可惜这些东西涂在脸上，顶多算是个心理安慰。晚秋，你那蛊术里有没有什么能让哀家这脸皮再紧致些的法子？太后，法子自然有，不过这法子有点活泼，您得闭上眼，千万别乱动。我从袖子里摸出一罐特制的玉蝉蛊，这小家伙不咬人，专门负责按摩穴位，疏通经络。我把它们往太后脸上一放，只见几个透明的小点在那规律的跳动。嬷嬷在旁边看得脸都绿了，手里的帕子拧成了麻花，随时准备喊护驾。我却淡定地坐在一旁，顺手拿了一块太后赏的预制点心。热乎乎的，像是有无数小手在揉捏。哀家这紧绷了一辈子的脑壳总算松快了。我看着太后那副享受的样子，心里暗笑，这哪是蛊术啊，这就是纯天然的活体按摩仪。在这宫里，人人都在算计怎么往上爬，唯独太后开始算计怎么让我天天来陪她美容。傅景云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他母后脸上爬着几只蛊虫，而我正毫无形象地在旁边嗑瓜子。他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坐在了一旁。这大概就是他想要的和谐吧，没有争宠，没有哭闹，只有几个各怀心思的人在这个午后享受着片刻的荒诞与宁静。最近傅景云有点反常，他不再批奏折批到半夜，反而是天天掐着点儿往我这儿跑。而且他来的时候总能撞见我正在摆弄各宫嫔妃送来的谢礼，李贵妃送了金丝软枕，德妃送了百年灵芝，连平日里最清高的才人们都送来了亲手绣的帕子。我这偏殿快成后宫的综合商场了。灵妃这人缘真是让朕刮目相看，这满屋子的宝贝，怕是比朕的私库还要丰盛。皇上，这叫知识付费，臣妾教他们如何睡个好觉，他们给点学费，合情合理。傅景云随手抓起李贵妃送的软枕，泄愤似的捏了两下，他那眼神活像个被冷落了的小媳妇儿，酸溜溜的味道隔着3里地都能闻见。我其实明白他在别扭什么，以前他是我唯一的大客户，现在客户多了，他的存在感自然就弱了。以后不许收李贵妃的东西，她那心思朕能不知道？无非是想让你在朕面前替她美言几句。皇上您冤枉她了，贵妃娘娘现在一心只想跟我学怎么做火锅底料，对您那是真的没空理会。傅景云愣住了，手里的软枕掉在地上，他大概没料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魅力在火锅面前竟然输得这么彻底。夕阳把偏殿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看着傅景云那副吃瘪的样子，心里憋笑憋得肚子疼。这皇帝当的也挺不容易，不仅要防着刺客，还得防着自己的妃子被火锅拐跑。既然大家都想学做火锅，我索性在偏殿开了个厨艺班，每天下午这儿就热闹得像个菜市场，各宫的宫女太监排着队来领底料。我躺在树荫下的凉椅上，指挥着小翠收钱发货。这日子总算有了点我梦想中躺平挣钱的样子。不过这生意做大了，总会招来点不一样的声音。总管太监急匆匆地跑来，说御膳房的厨子们集体罢工了，理由是大家都不去领御膳，都在偏殿吃火锅。这届厨子不行啊，不钻研业务，净想着打小报告。小翠，给御膳房送2罐特辣底料过去，就说本宫请他们交流学习。总管太监领着底料走了，没过半个时辰，御膳房那边就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惊叹声。傅景云带着人过来巡视时，正看到一群太监蹲在墙角，被辣得眼泪汪汪，却还舍不得放下手里的馒头。林晚秋，你这到底是后宫还是土匪窝？朕怎么觉得这宫里的规矩都被你那一锅红油给煮化了？皇上，规矩是死的，肚子是活的，大家吃饱了，吃爽了，自然就没心思搞那些阴谋诡计了。您看这几天后宫是不是安静多了？傅景云环顾四周，发现确实如此。往日里那些动不动就寻死觅活、互相掐架的戏码，最近全变成了你家火锅放不放麻酱的学术讨论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顺手从旁边的蒸笼里抓起一个刚出炉的馒头，沾了点红油塞进嘴里。那一刻，他似乎也认命了，规矩什么的哪有填饱肚子重要？热闹了一整天，深夜的偏殿总算安静了下来。我正打算洗洗睡了，一只通体雪白的信鸽忽然落在了窗台上。这是师门的信鸽，腿上绑着师傅特有的青色竹筒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不成老头子知道我在宫里卖火锅，要来分红了？拆开信一瞅，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个大字：祸害人间，适可而止。这老头子，我哪祸害人间了？我这分明是在普度众生，让大家在苦日子里找点辣味儿。信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，是师兄陆子恒留下的。他说索隆丁的幕后黑手已经盯上了京城，让我万事小心，别光顾着睡懒觉。我把信纸凑到烛火上烧掉，看着火苗一点点吞噬掉那些字迹，
师兄这人虽然轴了点儿，但看事儿还挺准。傅景云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他看着灰烬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深意。他没问信里写了什么，只是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若是觉得累了，就去睡吧。这乾坤宫的围墙，朕会让人再加高3尺。皇上，墙高了没用，得人心齐。只要火锅够辣，什么黑手白手的进来了都得先找水喝。傅景云被我逗笑了，原本沉重的心情似乎也松快了不少。他拉着我走到窗边，指着天上的明月，说着江山如画，可惜总有人想在画上泼墨。我靠在窗边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泼墨就泼墨吧，反正我有万古归一，大不了把那些墨水都化成调料。在这深宫里，只要还能睡得着觉，吃得下肉，天就塌不下来。师兄信里提到的幕后黑手还没见着影子。京城里倒是先传出了一种怪病，听说得病的人不痛不痒，就是整天哈欠连天，只想躺平，什么活都不想干。傅景云急得火烧火燎，一大早就把我从被窝里拎了出来。他看着我那副没睡醒的样子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林晚秋，这病怎么看都跟你这咸鱼劲儿一模一样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那万古归一传染出去了？皇上，您这锅甩得可真远，我要是有这本事，先让全天下的刺客都躺平，那您这江山才叫稳如泰山呢。我慢吞吞地走到偏殿门口，随手抓了一把空气，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，空气里有一股极淡的醉生梦死谷的味道。这东西没毒，就是能让人产生一种老子这辈子已经圆满了的错觉。我回屋倒了一盆水，往里头扔了几片火锅剩下的干辣椒，又加了几颗师门特制的醒神丹。皇上，让人把这水洒在京城的大街小巷，这叫辣味觉醒，保准他们闻了之后，不仅不想躺平，还能当场给您表演一个100米冲刺。傅景云半信半疑的让人去办了。没过1个时辰，京城那边就传来了消息，说百姓们被那股辣味熏得喷嚏连天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干活比以前还卖力。我心安理得地缩回被窝，这种小把戏也就骗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。至于背后那个放蛊的人，估计这会儿正躲在哪个角落里，被自己的计划给气得跳脚呢。京城的躺平病是治好了，但我这儿却出了大问题，因为刚才那盆辣味觉醒，我偏殿里存的所有极品干辣椒都用光了。小翠看着空荡荡的陶罐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没辣椒就意味着没火锅，没火锅，我这后宫的小生意就得倒闭。小翠，别哭了，去把我的罗盘拿来。既然老天爷让我断了粮，我就算算哪还有私房货。我闭上眼，手指在罗盘上飞快地波动，卦象显示正南方3里地，金光闪闪，辣气逼人。我顺着卦象找过去，最后停在了傅景云的司库大门口。这地方平时重兵把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傅景云刚好下朝路过，看到我正对着他的司库流口水，立刻警惕地捂住了腰间的钥匙。林晚秋，朕这库房里装的是军饷和贡品，没有你要的红烧肉。皇上，我不吃肉，我就想要您那2箱南阳进贡的指天椒，那东西摆在库里也是落灰，不如给臣妾，臣妾给您换成1年的平安卦。傅景云看着我那副不给辣椒就赖着不走的架势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大概是头一回见到有人拿皇上的司库当菜市场的。最后我如愿以偿地扛着2箱辣椒回了偏殿，傅景云站在后面看着我欢快的背影，嘴里嘟囔着什么败家妃子，但我知道他心里其实挺受用的，毕竟这宫里也就我敢这么光明正大的抢他的东西。太后最近迷上了养猫，养的是一只通体雪白的波斯猫，取名叫球球。结果今天一早球球不见了，寿康宫的太监宫女全跪了一地，太后急得连早饭都没吃，非要我过去给球球算一卦。晚秋，你快算算，哀家的球球是不是被哪个坏了心的给抱走了？太后，猫这东西它不是丢了，他是去寻亲了。您看这东南方的墙根底下是不是有个洞？我指了指那处隐蔽的草丛，太后让人扒开一看，果然有个小洞。我顺着洞口撒了一把特制的引猫粉，这东西对猫来说比小鱼干还管用。没过一会儿，球球就骂骂咧咧地从洞里爬了出来，身后居然还跟着一只灰头土脸的野猫。2只猫亲昵地蹭着头，完全没把周围这一大群人放在眼里。太后愣住了，嬷嬷也愣住了。谁能想到这养尊处优的波斯猫居然在后宫里谈起了恋爱？这成何体统？哀家这寿康宫难不成还要给他办喜事？太后，这叫缘分天定，连猫都知道找个伴儿，您也该宽宽心，别整天盯着皇上的婚事不放了。太后被我说的没了脾气，抱着球球回屋了。她虽然嘴上骂着，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笑意。我拍拍手上的土，心想这卦术用来找猫找狗确实有点大材小用，但看着老太太开心的样子，我觉得这闲鱼的日子偶尔动动手指也挺有意思。大概是看我最近找辣椒找猫都太准了，傅景云居然动了想学卦术的念头。他大半夜不睡觉，非拉着我教他怎么看罗盘。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求知欲的脸，心想这皇帝当的是有多累，连天命都想自己抓在手里。皇上，学卦的第一步不是看罗盘，而是学会放空。
您得把脑子里那些江山社稷、尔虞我诈全倒出来，让心静的跟一潭死水一样。傅景云盘腿坐好，闭上眼，努力想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的气场乱得像一锅粥，一会儿想南境的汉情，一会儿想朝堂的贞端。不行，朕闭上眼全是那些烦人的奏折。林晚秋，你平时是怎么做到脑子里空无一物的？简单啊，我想着下一顿吃什么，或者明天的太阳晒在哪块砖上最舒服。皇上，您这叫入世太深，不适合修仙。我顺手从桌上拿过他的朱砂笔，在他手心里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。卦术的最高境界不是未卜先知，而是随遇而安。您要是能把这笑脸看上100遍还不觉得烦，那您就算入门了。傅景云看着手心里的笑脸，愣了许久。他忽然发现自己追求了一辈子的掌控感，在这一刻竟然显得那么沉重。他没再强求学卦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在这静谧的书房里坐了许久。月光洒在两人身上，那些纷乱的国事似乎真的远去了。我靠在椅背上昏昏欲睡。其实我没告诉他，学卦的副作用除了想躺平，还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心软。比如现在我就在想，要不要明天再给他做顿红烧肉。自从太后带头跟我学咸鱼呼吸法，这后宫的风气就彻底跑偏了。前这个时辰，嫔妃们都在御花园里明争暗斗，比谁的裙摆更长，谁的嗓音更甜。现在倒好，放眼望去，李贵妃、德妃，还有一众小才人们，全都穿着特制的宽松长袍，在草地上站得稀稀拉拉。各位姐姐，动作要慢，想象自己是一棵随风飘摇的枯草，没有理想，没有追求。我站在最前面，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胳膊，这叫万骨归一舒筋散骨操。其实就是我下山前看村头大爷伸懒腰悟出来的。晚秋妹妹，我这动作对吗？怎么总觉得腰上那块肉在抗议？贵妃娘娘，那是您心里的火气在乱窜，别想皇上，别想位分，就想着您是一块掉在火锅里的嫩豆腐，松松软软的。傅景云原本是想来御花园散散心，结果刚转过弯，就看到他的嫔妃们像一群喝醉了的仙鹤，在那歪歪扭扭的晃悠。林晚秋，你到底给他们吃了什么药？朕的后宫怎么成这副德行了？他看着这满园子的咸鱼，气得想拂袖而去。但我知道，他其实心里松快得很。毕竟，一群只想躺平的女人，总比一群整天想着怎么毒死对方的女人好管得多。宫里最近出了个怪事儿，说是荒废已久的冷宫里，每到半夜就会传出凄厉的哭声。太监们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是前朝某个含冤而死的妃子回来索命了。傅景云这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自然是不信的，但他架不住太后害怕，于是大半夜又把我从被窝里拎了出来。林晚秋，去看看，若是真有妖孽，朕准你当场超度了他。皇上，超度很费体力，得加钱。再说了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鬼，多半是人心里的鬼在作祟。我拎着个破灯笼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进了冷宫，推开那扇嘎吱作响的大门，哭声更清晰了，还带着一股子腥臭味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在枯井旁边的草丛里，发现了一只被捕兽夹夹住腿的野狐狸。那哭声其实是狐狸疼极了的尖叫声。小家伙，你这叫声也太吓人了，害得我觉都没睡好。我从怀里摸出一瓶万骨归一特制的跌打药，一边给他敷药，一边顺手把那个捕兽夹给捏碎了。傅景云跟在后面走进来，看到我正在跟一只狐狸讲道理，愣了半晌。就这就是闹得人心惶惶的鬼。皇上，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放这家子的人。这冷宫里藏着不少私货呢，您还是回去查查那帮偷运御膳的太监吧。傅景云看着那只一瘸一拐跑掉的狐狸，因为治好了京城的怪病，又平息了冷宫的流言，傅景云非要给我晋升位分。他不仅要把我封为林贵妃，还打算把协理6宫的权力分我一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手里的鸡腿差点没掉在地上。这哪是封赏啊，这分明是想让我加班。皇上，臣妾德行尚浅，实在担不起贵妃之位。这林才人的名字就挺好，听着像是个临时工，没压力。林晚秋，别人为了这个位子能把脑袋削尖了往里钻，你倒好，朕送到你嘴边你还往外吐。皇上，位分越高活越多，当了贵妃要管账要管人，还得天天给太后请安。臣妾这身子骨只适合在墙角看蚂蚁。傅景云被我气得在屋里转了3圈，他大概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扶不起的阿斗。那朕要是非要封呢？那臣妾就只能给自己算一卦，卦象肯定显示此为大凶，宜逃跑。我看着傅景云那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，心里得意的紧。当皇帝的总是觉得权力是最好的赏赐，却不知道对于一条咸鱼来说，自由自在的睡觉才是真理。最后晋升的事儿不了了之，傅景云虽然嘴上骂我没出息，但赏赐的宝贝却是一箱接一箱的往偏电台。我知道他这是在变着法儿的哄我开心，顺便交点保护费。位分没升成，我倒是带起了一股野餐的热潮。今天阳光正好，我让人在湖边的草地上铺了厚厚的毯子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果酒。李贵妃和德妃也没了往日的端庄，一个个脱了鞋袜，坐在毯子上
聊着哪家的胭脂更好用。生活就该这样，什么琴棋书画都不如这太阳晒在肚皮上舒服。傅景云下朝回来，听说后宫的妃子全在湖边聚众斗殴，急忙赶过来，结果看到的却是一幅祥和的春游图。他看着这群完全没了规矩的女人，原本想发火，但看着李贵妃脸上久违的真心笑容，他的火气莫名其妙地消了大半。林晚秋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朕的后宫快被你变成菜市场了。皇上，来都来了，坐下喝杯酒吧。这江山是您的，但这午后的阳光可是大家的。傅景云迟疑了一下，竟然真的撩起龙袍，毫无形象地坐在了我身边。他端起一杯果酒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在这深宫里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唯独在这一刻，在这块小小的毯子上，大家似乎都变回了普通人。我看着傅景云侧脸的轮廓，心里默默感叹，其实这皇帝也挺好哄的。我那师兄陆子恒最近翻墙的频率明显降低了，就在我以为他终于想通回家种地的时候，却在后花园的树杈子上发现了他。他没穿黑衣，反而换了一身低调的灰色长衫，手里还拎着半只烧鸡。我蹲在树下，看着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心想这师门的脸面估计是被他这一天3顿的烧鸡给吃没了。晚秋，师父说你在这里祸害人间，让我盯着点儿。我看你这儿缺个守夜的，就勉为其难帮帮你。师兄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不打算带我回山里吃素了？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什么守夜，分明是被我上次那顿火锅给勾住了魂，又不好意思明说。我顺手把一壶果酒抛上树去，陆子恒稳稳接住，眼神里多了一丝不好意思。傅景云带着禁卫军巡逻路过，看到树上坐着个人，刚要拔剑就被我拦住了。我告诉他，这是我请来的高级安保，不要工资，只要管饭。朕的后宫什么时候成了江湖人士的避暑胜地了？林晚秋，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朕脸上了。皇上，多个保镖多份安心。您看师兄这身手，比您那些禁卫军强多了，还不占编制，多划算。傅景云看着陆子恒，陆子恒看着手里的烧鸡，两人在月色下达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。我知道这深宫里的围墙从此以后又多了一道看不见的保险，而我终于可以更安心的睡觉了。傅景云最近迷上了断舍离，非说御书房里的陈年奏折太多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把我叫过去，不是为了出谋划策，而是看中了我那万古归一能分辨真伪的能力。我看着那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纸张，头皮阵阵发麻。这哪是扫除，这分明是想累死我这条咸鱼。皇上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您直接烧了不就得了？非得让我一份份看，您是怕我睡得太香吗？这些都是各地的民生折子，朕怕漏掉了什么冤假错案。林晚秋，你就当是帮朕积德了。我无奈地伸出手，在那些奏折上方轻轻一扫，我的蛊术能感应到文字背后的情绪。那些贪官污吏写的虚假报告，在我眼里都泛着一股子令人作呕的黑气。我随手一抓，从中间拎出几份折子丢在一边，这些都是虚报灾情骗取拨款的，剩下的那些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废话。皇上，这几份处理了就行，其他的大多是夸您英明神武的，您留着擦桌子都嫌硬。傅景瑜拿起那几份有问题的折子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他大概没料到自己平日里信任的大臣，竟然敢在眼皮子底下玩这种花样。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悄悄往旁边的软榻上一缩。这种查缺补漏的活儿，偶尔做做还行，真要天天干，我宁愿回冷宫去数砖头。傅景瑜回头看我睡着了，无奈的摇摇头，把自己的披风轻轻盖在了我身上。太后最近不迷美容了，改迷种菜。起因是我随口说了一句自己种的青菜吃起来更有灵气，结果太后雷厉风行，第二天就把寿康宫那片名贵的牡丹给拔了，全种上了大白菜和胡萝卜。我蹲在田垄边，看着太后穿着一身轻便的常服，拿着小铲子在那儿忙得不亦乐乎，心里感叹这女人的爱好转变得可真快。晚秋快看，哀家种的这萝卜是不是比御膳房送来的要水灵得多？太后，这还没长成呢，您这就是心理作用。不过多动动土确实比整天坐着念经强。嬷嬷们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生怕太后闪了腰。我却悠闲地啃着一根刚洗干净的小黄瓜，顺便给太后的菜地撒了一点催生谷的粉末，这东西能改良土质，让蔬菜长得又快又甜。傅景瑜路过寿康宫，看到他母后满手是泥的样子，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你又带坏了朕的母后的控诉。母后，您若是缺菜吃，朕让人把京郊的庄子拨给您便是，何必亲自下地？你懂什么？这叫自给自足。晚秋说了，这地里有地气，接了地气，哀家这身子骨才硬了。傅景瑜没话说了，只能蹲下身帮太后拔草。原本威严的寿康宫，现在成了宫里最热闹的农家乐。我看着这一家子难得的温馨画面，心想只要不让我亲自下地干活，这菜园子倒也挺顺眼的。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屋里暖意融融。傅景云坐在我对面，盯着手里的一张京城地图，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名为躁动的光芒。我知道
这位工作狂皇帝又想整点新花样了。他最近总觉得宫里的消息经过层层传递都失了真，非要拉着我出去微服私访。林晚秋，朕想去看看京城的烟火气，看看那些折子上没写的真相，你陪朕走一趟。皇上，外面下着雨呢，京城的路又泥泞，您去当您的明君，我在这儿当我的咸鱼，咱们互不干涉行吗？傅景云没说话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盖了章的文书，上面写着：若此次出巡顺利，赏黄金5000两，外加京城最有名的酒楼1年份的霸王餐。我看着那红彤彤的印章，心里的拒绝瞬间烟消云散。什么泥泞，什么下雨，在黄金和美食面前，那都是成长的磨练。皇上，臣妾觉得您说的对，作为您的爱妃，我有义务陪您深入基层，体察民情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傅景云看着我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样子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他大概早就摸透了我的软肋，只要钱给够，咸鱼也能变成锦鲤。我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出宫要穿什么衣服，带什么防身的蛊虫。这深宫待久了，偶尔出去换换空气也不错。至于那些潜伏在暗处的阴谋，管他呢，反正有皇上顶着，我只负责吃喝玩乐，顺便看个卦。换上了一身普通的月影纱裙，我终于跟着傅景云溜出了那座红墙金瓦的巨大笼子。京城的夜晚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，叫卖声、杂耍声交织在一起，这才是人间该有的烟火气。傅景云穿了一件玄色长衫，手里摇着把折扇，看起来像个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，但他那双眼睛总是习惯性的审视四周，搞得旁边的摊主都以为他是来收保护费的。皇上，不对，傅公子，快看，那是糖葫芦，我要那串最大的。买！林晚秋，你慢点跑，这大街上人多眼杂，万一走丢了，本公子去哪儿找个会算卦的妃子啊？我咬了一口酸甜可口的糖葫芦，觉得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。我们穿梭在人群中，傅景云紧紧护着我的肩膀，生怕我被路人撞倒。路过一个算命摊子时，那瞎眼老头非说我命格奇特，是天生的富贵闲人。我笑了笑，心想这老头准得离谱，我可不就是想当个闲人吗？傅景云虽然嘴上嫌弃这里吵闹，但嘴角一直挂着笑。他大概也发现，比起高高在上的龙椅，这喧闹的市井反而更让他放松。在这漫天灯火下，我们不再是皇帝与妃子，只是一对平凡的出来逛街的小夫妻。逛累了夜市，我们选了京城最有名的悦来酒楼歇脚。傅景云非要点一桌子招牌菜，说是要看看这里的厨子有没有我说的那么神。正吃着呢，邻桌几个商人打扮的人开始神秘兮兮的嘀咕，他们说最近京城流行一种神仙水，喝了能长生不老，还能预知未来，不少达官贵人都花重金求购。我动了动鼻子，空气里飘来一股熟悉的酸腐的药味，这哪是什么神仙水，分明是师门里用来迷幻心智的南柯一梦残次品。傅公子，看来咱们这趟出来还真撞见了大鱼。那水里有古怪，喝了确实能看到未来，但那是透支寿命换来的幻觉。傅景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最恨这种坑害百姓、动摇国本的勾当。他递给我一个眼神，示意我继续观察。我闭上眼，指尖微动，万古归一的能力瞬间覆盖了整个酒楼。我看到了那些商人袖子里藏着的令牌，上面刻着一个幽字，是幽王的人。看来您那位远在封地的皇叔手伸得够长的，都伸到京城百姓的口袋里来了。傅景云握紧了酒杯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他没当场发作，而是叫来暗卫悄悄跟上。我知道这京城的平静下面暗流已经开始涌动，但他身边有我，那些魑魅魍魉注定翻不起什么浪花。根据线索，我们摸到了幽王在京郊的据点。傅景云本想调动大军围剿，但我拦住了他。大动干戈太累，不如用我的方式解决。别院里灯火通明，几个黑衣人正忙着配置那所谓的神仙水。我蹲在墙头，从怀里摸出一袋子特制的瞌睡骨。皇上，您就在这儿坐着看戏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保证1个时辰后他们全得躺平。我轻轻一吹，无数细小的蛊虫顺着风飘进院子里。那些守卫还没反应过来，就一个个哈欠连天，抱着兵器倒在地上打起了呼噜。幽王的使者正得意洋洋地数着银票，忽然觉得眼皮沉重的像挂了铅。他惊恐地看着我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串没吃完的糖葫芦。别挣扎了，这叫咸鱼大翻身，只要进了你的身体，没个3天3夜你是绝对醒不过来的。傅景云带着暗卫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看着满地横七竖八的睡美人，忍不住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林晚秋，朕以前觉得你懒是缺点，现在看来这懒到极致也是一种境界。这仗打的连滴汗都没出。我拍拍手上的土，心安理得的靠在傅景云肩膀上。什么阴谋诡计，在绝对的躺平面前都是浮云。幽王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夭折了，而我只想赶紧回宫补个觉。幽王的事情处理得很干净，京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傅景云大赏3军，顺便又往我这偏殿抬了10箱黄金。我正躺在摇椅上数钱，傅景云忽然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卷明晃晃的圣旨。他看着我，
眼神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。林晚秋，朕想废了这后宫所有规矩，朕想立你为后，让你名正言顺的站在朕身边，共看这大钱江山。我愣住了，手里的银票差点飞出去。当皇后，那意味着要管理后宫，要母仪天下，要天天开会，这简直是咸鱼的终极噩梦。皇上，别，臣妾这德行，当个灵妃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当皇后太累，您还是饶了我吧。傅景云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拒绝，他无奈地笑了笑，收起圣旨，坐在我身边，拉住了我的手。朕知道你怕累，那朕答应你，不让你管事，不让你请安，这后宫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。朕只是想，这辈子不管是批奏折还是逛夜市，身边的那个人必须是你。他的手心很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乞求。我看着他那张英俊的脸，心里那块最硬的地方忽然塌了一角。那咱们先说好，要是当了皇后还得早起，我可是会随时罢工的。傅景云哈哈大笑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大前朝册封皇后的日子终于到了，按规矩，我得穿上那件重达30斤、绣了99只金凤凰的礼服，在太阳底下站足3个时辰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。我掐指一算，今天不仅太阳毒，而且我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要是真穿上那身行头，估计还没走到大殿门口就得因公殉职。林晚秋，文武百官都在殿外跪着了，你居然还穿着睡袍在嗑瓜子。皇上，臣妾这是在为您省钱，那礼服多贵啊，万一我走累了往地上一躺，蹭坏了金丝线，您还得让内务府重修。不如这样，一事免了，封印快递给我就行。傅景云气得想笑，他大概是头一回见到把册封大典当成快递收货的皇后，但看着我那副死活不肯挪窝的架势，他最后还是妥协了。于是大前朝历史上最离谱的册封仪式发生了。傅景云屏退了百官，自己拎着凤印走进偏殿，亲手塞进了我的枕头底下。成了，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前的皇后了，没有朝拜，没有礼仪，但你得答应朕，这辈子都不许辞职。只要不让我早起开会，这皇后的差事，臣妾就勉强当个长期临时工吧。师兄陆子恒现在成了宫里的御膳房安保监外卖员，每天翻墙给我带宫外的鸭血粉丝汤。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，就是把好端端的皇宫变成了大型农家乐。我叫林晚秋，下山那天，师父求我别祸害人间，其实他多虑了，我这辈子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摆烂了。